看到徐奶爸亲自为福宝上山砍新鲜竹笋，才发现徐福记的感情有多好。要知道，如今正值四川笋季，奶爸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福宝，于是亲自去山上去砍竹子，不禁让人回忆起江爷爷当年也是如此。这何尝不是两代饲养员的交接呢？徐奶爸迫不及待地送给福公主。本以为福宝听不懂老家的四川话，结果还在内室呼呼大睡的他，听到奶爸的声音，第一时间赶来。身为质检员的小福很给奶爸面子，不仅立马抱起竹笋大快朵颐宝贝，甚至还边吃边点头，足以证明他对新奶爸已经足够认可。毕竟福猪猪当年可是挑食小能手，而徐奶爸投喂孩子时也忍不住上手。上一秒还教福宝行为动作的他，竟然忍不住摸摸对方的小鼻头。小家伙非但不抗拒近距离接触，还笑呵呵地看向奶爸，总感觉福猪猪还想和对方贴贴。徐奶爸也很了解福宝的脾气性格，他深知宝贝很喜欢沟通互动，于是每天都要和对方唠嗑，甚至还没进门就亲切地喊起来小福。虽然福宝也很怀念韩国的两位爷爷，但如今已经有了最好的徐奶爸。一向亲人温柔的猪猪最喜欢抓手手，宝贝如今也对新奶爸做出同样的动作。有一个小动作，偶尔他会手伸出来，而且伸出来也不是想抓你，他就是伸出来想抓东西。没想到徐香奶爸正是照顾福宝，仅仅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就已经获得了宝贝闺女充分的信任。难怪徐福记组合能这么默契。奶爸帮孩子称体重时，只是挥手示意福猪猪挪一下屁股，小家伙就心领神会的乖乖行动。恃宠而骄的小福也开始拿捏起来，只要奶爸看见闺女站起身，秒懂的他就立马给对方按摩一下肚子。仅仅是福宝的一个小眼神，徐奶爸也会第一时间帮着孩子挠痒。其实父女俩的缘分在7年前就已经开始。江爷爷当年来中国带走爱宝和乐宝时，那个帮忙抬笼子的饲养员就是徐奶爸。7年前亲手送福宝爸妈出国，7年后又接手照顾福猪猪，他甚至还和韩国的江爷爷关系匪浅。只能说徐福记是上天注定的缘分，有徐奶爸照顾福宝，想必国人也就放心了。小奇迹从畏畏缩缩到疯狂爬树拆家，王奶爸绝对功不可没。只见上一秒还在拆塑料保护膜的仔仔，又对小树枝下狠手，真害怕神树坪的树被这小子薅秃了。可奶爸看到这一幕，却透出欣慰的目光。要知道，自从仔仔出外场后就没消停过，3天2头就要干一出大事业，不是爬树上偷窥隔壁邻居，就是把风龙玩具当成飞镖乱扔，甚至是大半夜摸着黑拆家。可小奇迹回国前还没有这么活泼，明明是调皮捣蛋的年纪，这小子却没有一丁点的精气神。本想爬木架玩耍的仔仔，竟因为没力气，被挂在架子上迟迟不能动弹。围观的人类幼崽却发出此起彼伏的嘲笑声，难怪小奇迹好不容易获救后也不开心，居然远远的躲开，还背靠着大树。或许宝贝自卑的性子是从这时开始的。以前的小奇迹没有任何兴趣爱好，只能整天想着如何吃上美味的大竹笋，往石头上一趴就是整整一上午，和国内活泼好动的滚滚形成鲜明对比。估计当年谁都没想到拘谨胆小，看到饲养员都要躲到角落的小奇迹，竟然有这么肆无忌惮发疯的一面。然而仔仔的变化之所以这么大，还是因为王奶爸和一众饲养员的细心呵护。宝贝刚出外场时还有些社恐，就连吃个竹子都没有任何安全感，还要躲到小角落偷偷干饭。是王奶爸发现好大的异常，为了让对方体会到家的温暖，只要仔仔在墙边干饭，他就守护在身边，甚至还亲手投喂小奇迹。即便这小子在外场营业，也得喂饭。前段时间小奇迹身体不舒服，本以为仔仔只能在外场活动无聊得很，结果奶爸整日都陪他唠嗑互动。王奶爸从来没将照顾熊猫当成工作，他是发自内心爱护小奇迹，不然下班回家也不会告知孩子。休息时间还得举着手机去游客区拍照。当小奇迹被游客吓到的时候，奶爸迟迟不放心对方，冒雨也要在外场安慰着好蛋儿，足以可见他和滑动饲养员的不同。而狼奶妈直接把小奇迹当成小孩宠物，仔仔睡懒觉不肯起床时，他也要用夹子音温柔喊宝贝起床。玩具晚上不玩了，小奇啊，听得到哦，回去会这个摸才睡嘛。尽管奶妈和孩子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可她还喜欢在不远处观察。每当小奇迹卖萌捣蛋，就忍不住姨母笑。有这么一群真心爱熊猫的饲养员，小奇迹才能从社恐小熊晋升为社牛。熊猫圈又传坏消息，花花和叶的母亲成功昨日去世，2小只再也没有妈妈了。9月3日晚，功勋大熊猫成功在兽舍内死亡，终年23岁，相当于人类70到80岁高龄。当天下午，基地联合省内3甲医院多名专家开展了病理学分析和综合评估，最终确认大熊猫成功为正常死亡。然而再过1周就是他23岁生日了，葛超话猫粉还在兴高采烈地准备给公妈庆生。成功去世的消息宛如晴天霹雳一般炸开，他的猝然离世令无数猫粉痛心。成功的父亲是纯正野猫后代科比，身为野3代的他有着极其优秀的战神基因，因此成功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基地的繁育事业。他从成年开始接连在13年内生下9个孩子，2008年7月26日生下长子公仔。
是功夫熊猫阿宝的原型。2011年8月12日产下双胞胎女儿和其和美，2013年7月23日产下双胞胎兄弟和新和盛。两小只是成功妈妈带过最久的孩子。和盛3岁时被基地送去参加野培训练，放归野外3个月后不幸遭野兽袭击死亡。2016年8月9日产下双胞胎兄妹和风和雨。2岁时兄妹俩一同参加了野培训练，哥哥和风不适应退出训练，而妹妹和雨则一直留在野培训练。成功在20岁高龄生下荷花和叶姐弟后，才退出繁育一线，开启了养老生活。之后小女儿荷花凭借稀有的颜值迅速爆火，成为熊猫圈当之无愧的顶流女明星。虽然花花几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开了妈妈，但母女俩之间的血脉亲情是斩不断的。当初有游客故意放出花花的叫声，上一秒还在吃竹子的公妈立马停了下来，随后起身去寻找花花，但公妈四处寻找，一直没有发现女儿的踪迹。也许是担心花花遇到了危险，公妈情绪非常激动，不停地呼唤着。久久得不到回应的她难过的趴在木架上抽烟。而就在公妈去世的前一天，花花营业时突然停在原地咧着嘴笑了很久。有网友看到后忍不住泪目，也许她是看到多年未见的妈妈来告别了吧。虽然成功当了一辈子妈妈，但她也曾有过无忧无虑的少女时期。性格活泼的她经常围着院子到处跑，打滚拆家搞破坏样样精通。小叶子就是遗传的妈妈的熊来疯，并且成功还是战斗值爆表的美少女战士，曾经将闯入园舍的野猫直接咬死。此外，成功还被粉丝们亲切称为洁癖公主，因为她洗完澡后会等屁屁上的毛干了再坐下。见过真熊的猫粉们无不感叹一句她好白。除此之外，成功还有个最大的特征，它的肩带是断开的，并且后背还有小翅膀，搭配一身白净的毛发，宛如纯洁的天使。小儿子荷叶也继承了妈妈这一特征。如今成功女士去往潘达星与和盛团聚，所有人都会记得他们的伟大付出，希望母子俩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。世界破破烂烂，萌兰缝缝补补，梦梦儿就是治愈系小熊天花板吧。小时候的萌兰跟随干妈柯林生活，但由于柯林奶水不足，每次萌兰讨奶喝总是被无情拒绝。有次她甚至被干妈失手从木架上推了下来，即便萌兰结结实实摔了个屁股墩，她也没有生气，而是捡起一旁的小树枝把玩着。等回到内舍，饥肠辘辘的萌兰直接拿起干妈的窝窝头大口大口吃着，可那并不适合熊猫宝宝吃，全部粘在她的牙齿上，萌兰只能狼狈的用手去掏。之后萌萌儿又接连换了几个奶妈和住所，面对陌生的环境，生性乐观的萌兰在经历短暂的不适后，成功跟幼儿园同学打得一片火热，还结交了庆大庆小2个好兄弟。当庆大越狱不小心卡住后，萌兰着急的上前用嘴咬住对方使劲拽，还不停地安慰对方不要害怕。看到庆小被金运欺负时，身为战五渣的萌兰勇敢地冲上去替他出头。1岁多的时候，萌萌儿不幸患上了骨髓炎，每天饱受病痛折磨，下巴红肿不堪，又痒又疼的她实在忍不住就用手去挠。即便这样，萌兰也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，有时好兄弟庆小也会贴心地帮她舔舐着下巴，期待借此减少一些疼痛。好在萌兰很快就被接回了北部，经过专家的专业治疗，她恢复了健康。也许是自己淋过雨，萌兰就总想给别人撑一把伞。生性内向的胖大海刚来到北洞时非常不适应，每天都缩在角落里，谁也不搭理。萌兰注意到后，就每天来窗边跟胖大海交流，还时不时在对方面前耍宝搞怪逗他开心。在萌萌的不懈努力下，胖大海成功从内向小熊变成了开朗活泼。有时萌兰也会给隔壁的萌宝萌玉分享文具，还时不时坐在窗边跟妹妹们分享八卦。此外，萌兰的治愈还更多的给了两脚兽。当徐老爷伸手想要摸摸它时，贴心的萌儿会主动凑上去给对方摸，并且心怀感恩的萌兰还会挑出最新鲜的竹子反向投喂徐老爷。看到好多姨姨们来看望自己，萌儿也会热情的把竹子拖到粉丝面前，哪怕自己在排年期不舒服的时候，萌兰也强忍身体的不适跟游客们互动，特地转正身子配合粉丝们摆拍，怕姨姨们担心，还会故意咬手卖萌逗大家开心。可以说活泼开朗又内心细腻的萌儿治愈了无数粉丝疲惫的内心，想必这也是他为何会成为顶流男明星的原因。盘点熊猫界8大著名武者，究竟哪只小熊才是实至名归的王者？首先登场的是夜场小王子林岩，营业期间整起活来比西直门三太子还厉害，凭借热情大胆的舞姿收获一众姨姨们的芳心。Lady Go！哎呦我的妈！并且林岩的节奏感很强，喜欢用脚打节拍。第二位出场的是知名舞者福娃科小，从小天赋异禀的他早已领悟摇摆舞的精髓，并凭借该舞成功在网络上杀出一条血路。第三位出场的是广州动物园指定唯一靓女雅一，凭借拿手绝活空中瑜伽被猫粉亲切称为熊界环环。
白雪夏夜无不惊险，模糊了年岁，时光的沙漏。有时跳得高兴了，雅一还会给粉丝宝宝们发福利，要么地上连翻跟头，要么直接原地举办见面会，主打一个亲民。第4位出场的是高空舞者舒畅，因其专业的舞姿搭配瘦腿裤，直接嗨翻全场。一舞跳罢，舒畅还不忘撑着树枝抻抻筋，争取下一次出场时再多做些高难度动作。第5位出场的是灵魂舞者梁月，拿手绝活为摇摆舞和倒挂舞，可以说梁月在舞蹈这方面基本上是全能型熊仔。并且他还一门心思想将舞蹈发扬光大，时不时撺掇隔壁星辰跟自己学跳舞。第6位闪亮登场的则是狂野男熊元晓，除了外表凶狠，像是手上沾染了好几条熊链，跳起甩头舞来更是比其他小熊多了3分霸气。第7位上场的是村里唯一一个会跳舞的摇一家，一边扭动身体一边用脚打着节拍，可爱的模样不知俘获了多少姨姨们的芳心。压轴出场的则是狂飙女团成员梅兰肉肉，别看人家身材非常丰满，但肉姐用事实证明胖子也可以很灵活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舞姿迷人的国宝呢？直到看见花叶姐弟身后的手足情谊，才明白宫妈早就给了孩子们最好的礼物。当初两小指带着妈妈的爱降临到这个世界，宫妈把白色蕾丝手环给了小公主花花，背后的天使翅膀给了小骑士荷叶，这样勇敢的小叶子就能替妈妈守护姐姐了。在成功妈妈的期盼下，叶子像哥哥一样帮姐姐撑起一片天。当花花练习爬树10下不来时，荷叶看到后赶紧加速跑向姐姐，站起身伸手仿佛在说姐姐别怕，我保护你。随后小男子汉顺利的把花花抱下来。有次花花生病了，止不住的呕吐，他虚弱的依偎在弟弟怀里。一向调皮捣蛋的叶子此刻出奇的温柔，像天使一样静静守护着姐姐。看到花花难受的模样，荷叶心疼的给了她一个爱的贴贴，仿佛在说不要怕，你还有我。而当两小只为了玩具嬉戏打闹时，叶子突然发现秋千会打到姐姐身上，便不断用手按着花花的身体，即便秋千打到自己脸上也不肯松手。在弟弟的守护下，花花快乐的成长着，凭借可爱的外表成为人人喜爱的顶流女明星。渐渐的，她也学会了守护骑士弟弟。一次游客想要给花花单独拍照，竟大声呵斥叶子走开。花花暖心抱着委屈的弟弟不停安慰。之后无论哪位游客想要拍照，花花都会紧紧抱着小叶子的胳膊，两小只一起微笑着面对镜头。花花平时最喜欢和小叶子腻在一起，有次她努力爬上木架想要找弟弟贴贴，看到小叶子呼呼大睡，调皮的花花捂着眼睛朝他做鬼脸。随后花宝鸡想趴在叶子身上一起睡午觉，但又害怕会吵醒美梦中的弟弟。犹豫一会后，花花在小叶子身旁趴下，两小只的温馨画面不知治愈了多少人心。想必成功妈妈看到这一幕也会很欣慰吧。宫妈离开的那天，叶子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就直奔木架，而是坐在门口抬头仰望天空。不知这一刻她是不是看到了妈妈。花花则是待在原地一动不动，整只熊被温暖阳光照耀着，脸上还露出幸福的笑容，仿佛见到了给予自己生命的天使。想必他的内心一定在告诉宫妈，不要担心花花，我会和弟弟互相照顾。这一刻真切感受到万物皆有灵，相信在宫妈的保佑下，花花和叶子一定能健康快乐生活下去。直到看见花花抱着石头当快宝，才明白她懂事的有多让人心疼。花宝鸡能成为熊猫界顶流女明星，除了拥有软萌可爱的长相外，更重要的是她温顺懂事的性格令人疼惜。自从出生起，花花就好像自带懂事光环。这天到了下班时间，奶爸前来收猫，花宝鸡乖乖趴在木架上等对方抱，因为担心对方够不到自己，花花还主动下台阶找奶爸趁手的位置，乖巧可爱的模样让人忍不住想捏捏。由于成都基地里的灌木树丛特别多，大熊猫们可以尽情在里面玩耍嬉戏，所以基地很少给熊孩子们买玩具。然而在花宝鸡单纯的世界观里，任何一个简单的物品都能成为有趣的玩具。有时花花会把地上的一块石头抱在怀里，如同怀揣着宝贝似的开心的笑着，甚至一根树根都能被花花盘到发亮。在枯燥无味的生活里，花宝鸡一直不断搜寻着快乐。看到墙上有根可以转动的白色水管，花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激动，牢牢抱着不撒手，还把脸贴上去蹭，甚至为了水管和刮弟弟大打出手。但一想到弟弟也没有玩具，懂事的花花就主动走开，让给了叶子。面对大批专程来看望自己的游客，花花从不肯辜负粉丝们的期待，顶着30多度的高温坚持营业，即便生病严重到呕吐也不肯回去。别的小熊吃药都会让饲养员操碎了心，即便藏在果果中也会吐出来，可花花看到谭爷爷来给自己喂药，会主动迎上去并乖乖张大嘴巴，简直就是所有饲养员的梦中小熊。谭爷爷就曾说过，花花的性格是所有小熊中最温顺的。花花就是为了这么多陪，就是性格最好。疫情期间，动物园基本没有游客来玩，但花花坚持每天按时出门营业，只因他不想让游客们看不到自己失望。直到下班时间，听到谭爷爷的呼喊，
花花才慢悠悠地回到内舍休息。等到疫情退去，基地也重新热闹起来。慕名来看望女明星的游客络绎不绝，每次听到姨姨们叫着自己的名字而忽略叶子，花花就特地往瓜弟弟身上靠，仿佛在说叶子也很好，姨姨们不要忽略他哦。看到荷叶被游客训斥走开，花花心疼万分，抱着受伤的弟弟安慰，告诉他你很棒，你也是独一无二的小熊。在花花的暖心安慰下，叶子的情绪得到缓解，拿过竹子与姐姐排排坐一起吃起来。懂事的花花和调皮的叶子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姐妹，希望这世间少一份恶意，多一份理解，熊孩子们都能健康快乐的长大。看见爱宝不小心坐到福宝身上后懊恼的模样，才明白这对母女的感情有多深。这天爱宝下树时不小心搅黄，一屁股坐在了正在吃竹子的福宝身上。要知道爱宝的体型比福猪猪大了一圈，难以承受的重量令福宝扔掉竹子赶紧爬起来，而爱宝似乎知道自己伤害到了女儿，整只熊丧丧的，并且低着头闷闷不乐。懂事的福宝主动上前把妈妈搂在怀里安慰，仿佛在说妈咪我没事，你不要自责。爱宝则像个犯错的孩子，把头埋在福宝怀里。等回到室内，福猪猪躺在木架上睡觉，自责的爱宝坐在旁边，一脸的心事重重。福猪猪是他第一个孩子，先前没有带孩子的经验。虽然爱宝经常会教训调皮捣蛋的女儿，但他从未想过真的伤害福宝。也许是爱宝想到福宝成年后就要分开，他转过身去，直接凑到宝贝女儿脸上亲了一大口，再次把头埋在福宝怀里，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予福猪猪最多的爱。面对妈妈突如其来的热情，福宝显然有些懵，呆愣愣地看着闻讯赶来的江爷爷，仿佛在说爷爷妈妈怎么了。而懂事的福宝乖乖坐着，把手放在妈妈头上安慰。母女俩之间的感情简直好到令人羡慕。艾女士生2胎期间没有胃口，福宝听说后就特地把包好的大竹笋放在床上，让爷爷给妈妈拿过去。而艾女士闻到福宝的味道便什么都明白，一脸幸福的大口大口吃着。由于爱宝需要安静休息，江爷爷特地来到福宝内舍，告诉他不要闹腾。懂事的福猪猪乖乖点点头，但不放心的爷爷还在絮絮叨叨。福宝生怕妈妈会被对方的唠叨声吵醒，于是现场表演蹑手蹑脚走路，表示爷爷放心，我会保持安静的。虽然艾女士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福宝，但她从不会忘记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坐月子期间，爱宝正在干饭补充体力，爷爷在一旁照顾她时，不经意间提起了福宝。爱宝立马停止干饭，表情呆愣愣，仿佛在想女儿还好吗？现在在干什么？但爱宝和福宝恐怕再也没有机会相见。明年2月份，福猪猪就要提前回国内相亲，相信有艾女士教给福宝的全部技能，福猪猪回到国内也可以过得很好。震惊！熊猫圈再出大乌龙。继5年前大熊猫普普女熊大变男熊后，他的弟弟发发竟然一夜之间成女熊。前不久有游客发现发发名片上的雄性变成雌性，并且头衔由先前的富家贵公子变成富家小公子。这个重磅炸弹瞬间让所有网友都不淡定，直呼这俩双胞胎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。2014年，大熊猫娜娜产下一对熊猫姐妹，由于2小只长相十分娇俏可爱，被浦发银行老总一眼看上，终身认养了这对姐妹，并分别取名为普普和发发。也许是工作人员在喂奶时抱错了小熊，导致普普和发发被错换熊生，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由于雌性大熊猫在野外比较容易生存，普普就随妈妈娜娜在卧龙河桃坪参加野培计划，发发则在基地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。也正是因为性别乌龙，最终普普没能通过野培考核。等到普普4岁，马上要和男熊相亲了。由于她长相漂亮，性格活泼好动，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金虎都对她倾慕已久。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不久后普普就来到了沈阳森林动物园打工。正当所有人都在庆祝大胡子脱单有望时，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这天饲养员突然发现普普身体有些异样，她的腹部竟然有类似于肿瘤凸起的异物。惊慌失措的园方立即联系专家给普普全身检查，谁料检查结果让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。普普腹部的2个肿瘤竟然是她的蛋蛋，也就是说养了这么久的大闺女一开始就是男孩。这下不仅网友们惊呆了，准新郎金虎也不小。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夜之间老婆居然变成老铁，从此情感上备受打击的大胡子每天参禅打坐，再也不过问红尘俗事。可如今银行家2公子发发又从男熊变女熊，这泼天的富贵眼看就要砸到金虎身上了，大胡子却悲愤表示这一家子都是诈骗犯。原来金虎的母亲和普发的母亲娜娜是亲姐妹，即便发发摇身一变银行家小公子，大龄剩男金虎也依旧被判了无期徒刑。虽然普发姐弟错换熊生事件非常滑稽，但恐怕其中的受伤者就只有金虎了。福宝究竟是什么治愈系小熊？不久前，江爷爷在采访中表示，福宝的到来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。有些游客为了看福猪猪，一周有5、6天来爱宝乐园，并且还有些准妈妈特意来这里做胎教。最关键的是，聪明可爱的福宝治愈了很多人的抑郁症和失眠。 후보만 보시는 분들, 그래서 이제 마음이 되게 편안해진다. 우울했었는데 힐링이 됐다. 福宝小时候就像是一只公仔，迷你福乖乖趴在地上咂巴着小嘴，软萌可爱的小模样简直萌化了猫粉的心，并且小福宝的眼睛像是世界上最清澈的玛瑙，里面盛满了单纯，还会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。有时福宝只是坐在那里吃东西，
人们就会不由自主被他纯真的眼神吸引，内心的浮躁和疲惫瞬间变得舒适安逸。福宝跟爷爷一起玩滑梯时，脸上开心快乐的笑容也治愈了无数网友。有时福宝也会像人类小女孩一样，张开双臂向爷爷撒娇要抱抱，并且还会主动抱住江爷爷的胳膊，然后安安静静乖巧地靠在对方怀里。如此可爱的福猪猪完全俘获了爷爷们的心。有次福宝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，宋爷爷不顾骨折的风险，赶忙伸手去接，可福宝实在太重，爷爷并没能成功接住。宋爷爷十分自责，心疼地搂住福猪猪安慰。福宝似乎也感觉到了爷爷的愧疚，一直在旁边安慰似的主动贴，仿佛在说爷爷不要担心，我没事。福猪猪跟爷爷一起合照时，因为挡镜头而他会调皮地推开对方，但由于害怕伤害到爷爷，福宝的动作十分小心翼翼，掌心朝外，并且特地翘起了最锋利的指甲。人熊之间的温馨画面让无数猫粉感动。有时爷爷的手机镜头都快贴到福宝脸上了，他也会主动凑上去亲对方。爷爷看到后也是非常惊讶和欢喜。爷孙双向奔赴的感情很难不令人感动。虽然福猪猪不会说话，但聪明的他能感受到谁是真的对他好。爷爷也曾在采访中说过，福宝出生就像得到了全世界一样，但如果福猪猪会说话，肯定会说很幸运能遇到爷爷。虽然福宝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相信他会永远被真挚的感情和无条件的爱包围。大熊猫下班速度有多真实，简直就是无数打工人的写照。今天的营业到底是下班铃一响，发立马把屁股塞进门缝，然后猛地转身噗在地上钻了进来，完全不顾一旁奶妈撕心裂肺的阻挠。瞧瞧银行家大小姐这矫健柔软的身姿，一看平时就没少练习瑜伽，并且听到下班铃声是一秒不想多待，甚至会自己动手关门，生怕半夜被拐走。Goodbye。也许大熊猫们也知道自己是国宝，暖暖上班时干脆直接趴在木架上呼呼大睡，任凭天崩地裂都无动于衷，除非是奶妈催下班。整活小能手林岩下班主打一个积极，无论路上有什么阻碍，直接一脚踹飞。今天的营业到底是有时到了下班时间，大熊猫酷酷还会自己开门回家。今天的营业到底是不过有一说一，明明自己会开门，却没有提前下班。酷酷的敬业精神简直让游客们泪目。相比之下，大熊猫星宝就老想着回家，这天一到下班时间就跑到门口摇头晃脑跺脚，似乎在说开门呀，怎么还不开门？原本众人以为星宝摇头是刻板行为，但有网友表示这家伙平时上班快乐得很，不是撒鸭子跑就是找奶爸唠嗑。但星宝也有烦恼的时候，毕竟谁家国宝的门票就只要2块5呢？然而很快就有姨姨们残忍揭露真相，原来大熊猫星宝并没有门票费用，那2块5的门票其实是猴哥的保险。蒙家3兄弟上下班主打一个重在参与，蒙大躺在门口露出一个大脑袋，向姨姨们表示自己是在刷脸打卡上班。三太子蒙兰如今身家过亿，妥妥霸道总裁，心想什么破班还要爷亲自上，干脆直接旷工躺在空调房逍遥快活去了。蒙二则是3秒不到上班打卡下班，兴冲冲地跑到院内，却发现地面实在烫，然后溜达一圈，赶紧跑回家，表示今天的营业到此结束。就是说蒙二这班上了，又好像没上，恐怕下班最有礼貌的当属巧克力熊七仔了。听到姨姨们不舍得挽留自己，已经走到门口的七仔果断停下脚步，回头转身，斩钉截铁道记住了买鞋就买鸿星尔克，然后翘起后脚向游客们展示要这么大的哈，不是说建国之后不许成精的吗？难不成专门把国宝给落下了？震惊了家人们。旅鹅大熊猫如意和丁丁闷声干大事，3天本交4次成功产仔。30日，中新官宣旅鹅大熊猫如意司机和丁丁波娃的仔在当地时间8月24日出生，并且是在鹅出生的第1只大熊猫幼崽。报道中指出，丁丁波娃母性很强，幼崽带得非常好。熊猫中心已经安排了中国奶爸过去照顾母子俩，而此刻距离官方报道如意和丁丁约会才刚过去1个月。不少网友惊呼俄罗斯动物园的剧情发展简直神速。对此，如意司机表示，没办法，谁让我是3天4次的猛男呢？恐怕远在丹麦的毛笋妹妹已经羡慕哭了吧。当初如意司机这小子对丁丁一见钟情，每天专门跑到对方窗口前耍活宝，主打一个死皮赖脸胡搅蛮缠，还时不时站在树上给远在东北的妹妹暮云发电报，表示老妹儿啊，有啥追妻秘诀你跟哥唠唠呗。也许是暮云告诉如意司机猛男更招熊喜欢，
于是他每天不是在撸铁，就是在去撸铁的路上，偶尔还会在游客面前露一手来个猛熊搬水桶，最终如意成功练出一身腱子肉和双开门身材。等到相亲那日，丁丁波娃果真被如意司机深深吸引，而猛男也不负众望，3天时间本交了4次，这效率简直跟远在韩国的猛男乐宝不相上下。当初江爷爷每天带着乐宝锻炼身体和下肢力量，成功把拘谨小熊锻炼成了熊界著名双开门肌肉猛男，走起路来压迫感满满，一手单臂大回环上树，直接迷晕一众大美熊。并且乐宝还是熊猫圈弹无虚发的巨蛋王子，与老婆爱宝第1次约会就有了爱情的结晶，生下了可爱调皮的小福宝。第2次约会后又成功收获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，乐宝一下子从财阀家便宜女婿变成真猛男，将送2位爷爷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以前江爷爷看到乐宝挑食总会嫌弃， 왜 이렇게 마음에 드는 게 없을까요? 러버가 없으니까 하는 얘기지만 좀 까다로운 편이에요. 然而艾女士生下双胞胎女儿后，江爷爷乐得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在镜头前不断夸乐宝是懂补充营养的， 그래서 돌보느라고 신경을 많이 썼던 한 주기도 하고요. 可见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其他一切都是浮云。如今如意司机传来好消息，网友们也开始记账随礼，不知哪家的小熊又要破产了呢？熊猫意义和生意从马来西亚回国，大马人民冒雨告别，奶爸含泪叮嘱回家后请不要打他们。30日，旅马熊猫意义和生意乘专机落地成都，并且两小只还是大熊猫暖暖的亲妹妹。临行前，大马人民自发冒雨告别，游客们手拿熊猫玩偶，并用横幅写满祝福语。临行前一天，凤仪似乎也知道孩子们即将要离开，十分的焦躁不安，不断把桌子上的竹子扫落。而把他们从小养到大的奶爸也在接受采访时不舍落泪。他说：“意义性格冷静，爱干净；生意性格调皮，爱玩泥巴。希望国内饲养员能多点耐心，毕竟意义和生意从出生开始就被奶爸捧在手心疼爱，上下班都是被抱着过去，双脚根本没有沾地的机会，并且时不时就会拿着小梳子给小熊梳毛，因此两小只的毛发总是透露着一股清冷的白。并且为让大熊猫崽崽吃得健康，院方专门聘请营养师给熊孩子准备食物，吃的竹子要手工去皮，然后细细劈成竹片，小苹果和窝窝头也要仔细的切成小块，就连竹笋都是剥好皮的。有时奶爸投喂时会直接送到两小只的嘴边。可以说在这里大熊猫真正实现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以至于两小只的姐姐暖暖回国后连竹笋都不会剥，只能眼巴巴坐在地上跟饲养员大眼瞪小眼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，临行前一段时间，奶爸专门教会了两小只如何剥笋。可以看出大马的饲养员是真的很疼爱大熊猫，因此大家很担心生意跟意义回国能否适应。毕竟前不久暖暖营业时看到了一位酷似奶爸的游客，满怀期待的他立马迎了上去，结果发现认错了人。伤心的暖暖坐在地上不断的抽烟，眼泪大颗大颗落下来，仿佛在说奶爸我好想你。而马来西亚奶爸听说此事后也非常痛心，态度坚决地表示自己一定会去看望宝贝暖暖。暖暖作为第一个在马来西亚出生的熊猫幼崽，一出生就受尽了奶爸们的宠爱。第一次营业时，小小的奶团子被奶爸小心翼翼地抱出来，仿佛拿的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。担心暖暖孤单，奶爸还会准备很多玩具伙伴。暖暖回国前一天，奶爸一直守在他身边，恨不得把剩下的时间掰成2半用。如今大熊猫暖暖3姐妹都回到了中国，不知她们此生还有没有机会相见，只希望3小指在国内同样能生活的幸福快乐。福宝到底有多聪明呢？可以说一学就会，一看就懂，妥妥的熊猫界天台美少女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人教版爬树。当初艾女士嫌弃福宝总是学不会爬树，干脆就把这块烫手山芋扔给江爷爷，于是在爷爷一蹦一蹦的示范下，福宝很快融会贯通并掌握了兔子。从此树上总会有一颗小汤圆蹦蹦跳跳，那场面别提有多可爱。为了维护福宝的牙齿健康，宋爷爷特地做了竹子牙刷，并亲自上手示范。没想到福宝一点就通，很快就拿起竹子牙刷有模有样的刷牙。如今福猪猪浑身上下也就牙齿最白了。除了学习能力超强以外，聪明的福宝还会举一反三，学以致用。有时爷爷捂住大孙女的眼睛逗她玩，视野一片漆黑的福宝仿佛发现了新大陆。于是，在妈妈艾女士毫无防备的时候，福宝在背后伸出罪恶的小手捂住她的眼睛，悄咪咪表示妈莫猜猜我是谁啊，并且由于宋爷爷会在福宝休息室搞偷袭，得手后就会立马撒丫子跑路。福猪猪转头就用在了妈妈艾女士身上。当爱宝从树上爬下来时，福猪猪直接冲过去一口啃在妈妈的屁股上。还有艾女士吓唬福宝的动作，混世小魔王也是牢记要领，然后吓唬宋爷爷。不过最令人赞叹的是福宝的思考能力。众所周知，福猪猪最喜欢吃胡萝卜。有次爷爷给福宝做了一个益智小玩具，把胡萝卜放在了绑玩具扫帚的绳子上，福猪猪坐在扫帚上努力伸着小手够吃的，结果一个重心不稳摔了下来。吃一堑长一智的福猪猪尝试站在地上够胡萝卜，然而无论怎么努力总是差那么一点，气得福宝恨不能呼吸之间就长高到2米。然后福宝试着解锁下面的绳子，无奈实在不好操作，只能先到一旁去吃竹子。也许是身心放松后突然来了灵感，
只见福猪猪干脆利索地爬到木架上，顺利取到了胡萝卜。宋爷爷看到后忍不住惊呼福宝太聪明。但再聪明的小熊也会有软肋，谁能想到在2位博士爷爷的专心辅导下，福猪猪的课堂检测竟然拿了个大鸭蛋。即便如此，江爷爷也将宠溺贯彻到底，不断夸奖福猪猪的灵蛋又大又圆，漂亮极了。如此聪明伶俐的福公主，大家爱了吗？看见爱宝望向福宝照片目不转睛的眼神，才明白没有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女儿。即便艾女士被2胎孩子们搅和，她也要紧紧抓着栏杆，从短短的视频里获取宝贝女儿的现状。或许是看到福宝得到更好的照顾，一向要强的爱宝眼里不自觉地泛起泪花。福宝回老家后，伤心的可不只是饲养员，亲手将宝贝带大的爱宝才是最关心的那个。平日里一点不愿意给老宋好脸的爱宝，却在对方汇报福宝的情况时竖起耳朵认真倾听。爱宝，후보 중국에 잘 도착했대. 사과도 먹고 죽순도 먹고. 得知宝贝闺女一切安好后，艾女士还不忘乖乖点头向奶爸示意。虽然福宝已经离开妈妈，独自一雄回到自己的祖国奔赴新雄生，可爱宝和2个小闺女的相处模式却处处都有福猪猪这位嫡长女的影子。爱宝抱瑞宝挥宝的姿势和当初紧紧搂着大闺女一模一样。她在带2胎的时候，可能也在想着今后不能再见的福宝吧。因为福宝是艾女士的第1个孩子，第一次当妈的她给了大闺女全部的爱意。福宝打小就被妈妈护在身后，只要场馆内出现异响，爱宝就竭尽全力维护宝贝闺女的安全。都说为母则刚，福宝被妈妈圈在怀里的这一刻，真的让人感受到母爱的伟大。